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，安吉娜来中国是为了钱，不是爱情。最近在社交媒体上，尤其是在 TikTok 平台，安吉娜的一些回答再次引发了轩然大波。原本，她因为年轻漂亮、跨国婚姻和家庭故事而受到关注，但随着她直言，只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爱情，许多粉丝感到心凉。为什么一句话会让网友们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？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逻辑？本期我们就来全面梳理。在 TikTok 上，有网友提问：为什么你和金涛结婚这么久没有孩子？安吉娜的回答非常直接，她说：我只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爱情。这句话让人们恍然大悟，也让很多粉丝觉得失望。原来在她自己心里，这段婚姻并不是出于真挚的感情，而更像是一种利益交换。紧接着，又有人在评论区提问：为什么你不保持谦虚？为什么在 TikTok 上的尺度这么大？安吉娜则回应：那只是工作。在她的逻辑里，婚姻是一份工作，拍摄视频是一份工作，而与爱情、亲密感并没有必然联系。这种态度彻底击碎了不少网友对中非跨国爱情故事的幻想。对于中国网友来说，跨国婚姻常常带有浪漫色彩，大家喜欢看见文化差异下的甜蜜互动，也期待看到不同肤色、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因为爱情走到一起。但当安吉娜公开承认，她来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钱时，这种期待瞬间崩塌。粉丝的失望，原本把她当成爱情故事女主角的观众，觉得自己被欺骗了。网友的愤怒，有些人认为金涛和他的家庭给予了安吉娜庇护、资源与金钱，他却只把婚姻当赚钱工具，这是对感情的亵渎。价值观的冲突，在中国文化里，婚姻意味着责任、爱情和家庭，而安吉娜却把它等同于工作。这种冷冰冰的定义让人难以接受。从安吉娜的言论中可以看出，她有一套自己的逻辑：一、婚姻即谋生手段。在赞比亚，平均月收入并不高，很多年轻人生活拮据。安吉娜嫁到中国后，不仅有稳定的居所，还有视频收入分成。对她而言，这是一种跨越阶层的选择。二、感情不是必要条件。她直言，不是为了爱情，这意味着在她的世界观中，婚姻不需要爱情来支撑，钱才是最重要的保障。三、工作化的态度。无论是婚姻还是拍视频，她都定义为工作，这让她看似理性，但在中国观众看来却显得冷酷无情。要理解安吉娜的回答，我们也必须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。在非洲部分地区，婚姻更多是一种现实安排，涉及彩礼、家庭利益和经济稳定，爱情并不是结婚的首要条件。而在中国现代社会，虽然婚姻里也离不开经济因素，但爱情被视为基础。人们希望看到感情真挚的结合，而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。当安吉娜公开说出为了钱，她其实在用自己国家的婚姻逻辑回应问题，但这与中国网友的期待发生了正面冲突。为什么中国网友会如此伤心？原因在于他们投入了情感。一、观众曾经相信爱情。在安吉娜和金涛的视频中，大家看到的是婆婆对媳妇的关心、家庭的温情、跨国婚姻的浪漫。这种氛围让人以为她是为了爱而留下。二、现实戳破幻想。当安吉娜说只是为了钱，这种直白让观众觉得之前的甜蜜画面只是表演，那种被骗的感觉让粉丝从喜欢变成了心寒。三、对金涛的同情。金涛本来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老实人。如果他的婚姻只是金钱交易，那么他在感情上可能是受伤最深的那一方，这引发了观众的怜惜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安吉娜的处境。她21岁，年轻，外貌亮眼，但缺乏在中国独立生活的能力。通过婚姻，她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，这对她来说是务实的选择。从她的角度来看，钱等于安全感，远比爱情更可靠。婚姻等于平台，通过跨国婚姻，她走进了流量世界，拥有了比同龄赞比亚女孩更多的机会。坦白等于诚实，也许她并不觉得自己的回答有什么问题，只是直白表达内心想法。然而，在中方观众眼里，这种坦白却是对爱情的否定，对婚姻的亵渎。安吉娜的态度虽然真实，但可能给她带来一系列后果：一、粉丝流失。曾经追捧她的观众可能会因为金钱至上的观念而离开。二、家庭矛盾。婆婆和表哥等家庭成员如果看到这些言论，可能会感到不满，认为她不懂感恩。三、舆论压力。跨国婚姻本就容易被放大解读，
一旦贴上为了钱的标签，安吉奈很难再摆脱拜金的形象。安吉奈说自己来中国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爱情。这句话既是一种坦诚，也是一种残酷。他的选择确实现实，但现实未必符合公众的期待。从经济角度看，他获得了远高于赞比亚同龄人的收入，婚姻给了他向上流动的机会。从情感角度看，他的态度让粉丝觉得冷漠，尤其是金涛可能因此被视为受害者。从文化角度看，他只是按照本国的婚姻逻辑行事，但放在中国观众面前，就成了不懂爱情的象征。安吉娜来中国是为了钱，不是爱情。这句话或许是事实，但它也击碎了许多人心中的浪漫幻想。跨国婚姻并不一定是童话故事，有时更像是一场现实交易。作为观众，我们需要看到表象背后的复杂性，既要理解他的现实选择，也要正视这种选择带来的伤害。对于安吉娜而言，如果她想继续在中国获得认同，就必须学会在坦诚与感恩之间找到平衡。因为在中国文化里，钱可以买来生活，但只有尊重与真情才能赢得人心。